王一博巴黎时装周随拍，最珍贵的时尚是不设防的活人感。说实话，现在的时装周看多了，真的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审美疲劳。咱们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明星街拍，大抵都是同一个套路。酒店出发时那雷打不动的精致妆容，红毯上精准到秒的定点 pose， 还有那些仿佛经过数学计算般的完美表情管理。这些照片确实美，精致的像品牌专门定制的人形广告牌，每一根发丝都听话，每一处光影都考究。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，看久了，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它们太完美了，完美到失去了人的温度，像是一个个被精心包装好的商品，唯独少了那份能打动人的鲜活劲儿。所以，当我第一次看到王一博这组巴黎时装周的随拍记录时，说实话，心里是咯噔了一下的。不是那种被惊艳到的震撼，而是一种久违的，像是被春风拂过心头的松弛感。这组照片恰恰跳出了咱们早已习以为常的那套固化营业逻辑。摄影师 Oliver June 的镜头太特别了，他没有去追逐那些光鲜亮丽的秀场瞬间，也没有刻意去捕捉王一博作为顶流明星的高光时刻。相反，他把镜头对准了3场大秀间隙里那些不经意的、自然率真的日常碎片。在我看来，恰恰是这些看似非营业的瞬间，成了这场巴黎时装周之旅里最珍贵也最动人的存在。他们不像是在工作，更像是在生活。这组随拍最戳人的核心，我觉得可以用3个字来概括，那就是活人感。这个词听起来挺抽象，但落到实处就是一种扑面而来的生命力。当大众对明星时装周的印象还停留在酒店出发图、秀场定点照、精修造型图的固定流程里时，王一博的这组记录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框架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平时看到的明星仿佛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，但镜头里的王一博，那一刻他不是带着3大顶奢品牌代言人光环的明星，他就是一个走在巴黎街头的普通年轻人。这种身份的落地真的非常难得。我个人觉得，这才是时尚摄影最该有的样子，不是造神，而是记录人。咱们来细细品味一下这些画面。镜头里的他会随意地倚在街边的墙边，任由巴黎春天的风吹乱他的卷发。那一刻，你看不出发型的纹理是不是精心打理过的，你只能感觉到风的流动和他的自在。他会蹲下来和偶遇的小狗互动，那一瞬间，他卸下了所有的气场与距离感，眼神里流露出的温柔是演不出来的。说实话，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忍不住笑了，因为那种人与动物之间纯粹的互动，真的能瞬间软化人心。他还会抱着刚买的可颂挡住半张脸，带着少年人独有的随性与俏皮，那种贪吃又可爱的样子，让你觉得他就在你身边，而不是在遥远的杂志封面上。还有那张在巷子里随意回眸的照片，我真的反复看了好几遍。没有完美的角度，没有精致的表情管理，甚至光线都不是最理想的，但只有最松弛的、不设防的状态。这些碎片明显不是为了发布而精心策划的营业物料，它们是生活里最真实的切片，是鲜活的、有呼吸感的、不被明星身份绑架的自在。在人人都追求完美人设，连一张生图都要反复打磨修图的娱乐圈，这种不刻意、不讨好、不紧绷的瞬间，才最能击中人心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们看惯了被精心包装的明星形象，反而会被这种像身边朋友随手拍下的日常打动，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光环之下一个真实、生动、有温度的人。而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松弛感，我觉得恰恰也是他能接连驾驭 Loewe、Lacoste、Chanel 3大风格迥异的顶奢品牌的核心底气。这一点真的很值得深挖。很多艺人在时装周的困境，往往是被品牌的风格困住，他们努力去扮演品牌想要的样子，穿得像个展示架，最终落得生硬违和、人衣分离的结果。你看着衣服是衣服，人是人，两者之间没有化学反应。但王一博与品牌的合作从来不是单向的适配，而是双向的同频。这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，需要艺人本身就有足够强大的内核。咱们分析一下这3个品牌。Loewe 那种不循规蹈矩的文艺创意， Lacoste 根植于运动基因的自在活力，还有 Chanel 跨越100年的先锋与不被定义。这些品牌的核心精神，从来不是它需要刻意迎合的标签，而是与它本身的特质天然契合的部分。它不需要靠时装周的完美造型证明什么，也不需要靠顶级品牌的加持抬高身价，它只是以品牌挚友的身份去看一场秀，去感受一座城市的日常。这份不被绑架的松弛，反而让它与品牌的契合显得更自然，更有说服力。在我看来，这才是高级的代言，不是人穿衣服，而是衣服衬人。就像这组随拍里，
哪怕她穿着品牌的私服，走在巴黎的街头，也没有被衣服的风格困住，反而让品牌的调性融入了她自己的日常气场里。你不会觉得哇，这件衣服好贵，而是觉得哇，他穿这件衣服好帅，好适合他。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，比硬生生的广告大片要高级得多。我觉得现在的品牌方也应该反思一下，有时候过度追求完美的视觉输出，反而丢失了品牌最想传达的生活态度。王一博这种人在衣中衣随人动的状态，才是时尚最本真的模样。再来说说摄影师 Oliver June 的镜头，真的是放大了这份特质。他没有用华丽的光影、精巧的构图去塑造明星王一博，反而用纪实感的、随手记录的视角，剥离了所有附加的光环，抓住了他最本真的状态。这种拍摄手法其实对摄影师的要求更高，因为你不能靠后期去救，你必须在现场捕捉到那个情绪的对点。没有修饰的光影，没有刻意的摆拍，甚至有些画面是模糊的、不完美的，但恰恰是这种不完美，让画面有了生命力。我个人非常欣赏这种瑕疵美，因为它真实。它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不常被展现的、慵懒的、随性的，甚至有点孩子气的一面。在这个流量时代，明星的公开物料越来越精致，却也越来越像流水线生产的标准化产品，精致的毫无瑕疵，也空洞的没有记忆点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现在刷微博、刷 Instagram， 看完一堆精修图，关掉手机后，脑子里可能什么都记不住，因为太一样了，太完美了，完美到失去了个性。而王一博这组巴黎随拍的珍贵之处，就在于他反其道而行之，撕掉了所有标签与光环，让我们看到了最本真的人。这种反差，在当下的环境里，简直就是一股清流。说真的，这种敢于展示不完美的勇气，比维持完美的人是要难得多，也珍贵得多。它也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，最高级的时尚表现力，从来不是无懈可击的造型和完美的 pose。是骨子里的松弛与自在，是不被身份、人设、镜头绑架的鲜活生命力。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有点虚，但你对照着照片看，就能明白。时尚不仅仅是布料和剪裁，它是一种态度，一种你面对世界的方式。王一博在巴黎街头的那种状态，就是在告诉观众，时尚是为我服务的，而不是我去伺候时尚的。这种主体性的确立，才是他能够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的根本。时装周的意义，从来不只是看秀、拍造型、完成品牌的 KPI， 更是去感受不同的文化，去拥抱日常里的细碎美好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太功利了，把每一次出行都当成了战场，把每一张照片都当成了武器，但忘了，生活本身才是最大的秀场。而这些不经意的花絮碎片，恰恰是这场巴黎之行里最动人也最长久的注脚。多年以后，当我们再回想起这次时装周，可能记不住他穿了哪一季的新品，记不住秀场的灯光有多炫，但一定会记得那个在巴黎街头吃可颂、逗小狗的少年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这组照片其实也给整个娱乐行业提了个醒。观众已经长大了，大家的审美在进化，不再满足于被投喂完美的假象。大家渴望看到真实的血肉，渴望看到明星作为人的那一面。王一博这组照片的火爆不是偶然，是大众情绪的一种投射。我们太需要这种活人感了，太需要在充满焦虑和包装的世界里看到一点真实的呼吸。所以，这不仅仅是一组时尚大片，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现象的缩影。我有时候会想，为什么我们这么迷恋这种松弛感？可能是因为现代生活太紧绷了，每个人都在赶路，都在表演，都在担心自己不够好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一个拥有顶级资源、站在聚光灯下的人，依然能够保持这份随性和自在时，我们会感到一种被治愈的力量。它会让我们觉得，原来不用时刻紧绷着，原来可以做自己，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过。这种情绪价值是任何精修图都给不了的。王一博无意间传递出的这种能量，或许比他的任何一部作品、任何一个代言，都更能拉近他与普通人的距离。再说回时尚本身。时尚圈一直在谈个性，谈自我，但很多时候，这些词变成了营销的口号。真正的个性，不是穿的奇装异服，而是你内在状态的外化。王一博在巴黎的这几天，没有刻意去凹什么造型，但他走过的路、看过的风景、遇见过的人，都融进了他的气质里。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东西，是买不来的，也是演不出来的。这也是为什么，有些明星穿高定像借来的，而有些人穿 T 恤都像高定。区别就在于，你是否拥有那个强大的自我。Oliver June 作为一个摄影师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，并且用镜头语言把它放大了。他没有试图去塑造王一博，而是去发现王一博。
这种创作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对被拍摄者的尊重。在很多时候，摄影师和明星是博弈关系，摄影师想要大片，明星想要美照。但在这组合作里，他们达成了一种默契，那就是记录真实。这种默契成就了这组照片的独特质感。我觉得未来的时尚摄影或许应该更多的朝这个方向探索，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诚。最后，我想说，这组随拍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共鸣，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它提醒我们，无论走得多远，无论身披多少光环，别忘了自己最初的样子。王一博在巴黎街头的那个背影，不仅仅是一个明星的街拍，它像是一个隐喻，告诉我们，最珍贵的时尚是不设防的活人感。在这个充满滤镜的世界里，真实才是最奢侈的单品。总的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时尚营销，更是一次关于真实的胜利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在流量和数据之外，依然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存在。对于王一博来说，这组照片是他个人魅力的又一次自然流露；对于行业来说，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信号；而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说，这是一份难得的视觉慰藉。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这样的瞬间，希望更多的明星敢于卸下防备，让我们看到那个鲜活的、有温度的、真实的人。毕竟，生活不是秀场，不需要时刻都在表演，偶尔的松弛和不完美，才是生命最动人的底色。这或许就是这组巴黎随拍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思考。